嘿，我是老胡，祝你幸福。我买的这台坦克700极致版，裸车价格42万8，选装了1万5的牵引组合包。这车要交3万多的购置税，算上保险，落地价格接近50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50万花的值不值呢？中大型 SUV 最著名的常青树是宝马 X5， 拿它来比一比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于是我找来一台最低配的30 Lim 运动套，大家同场竞技一下子。一台3.0升6缸车跟一台2.0升4缸车去比，听起来有点欺负人的意思。但是别忘了售价，这辆 X5 的落地价格比它贵了10多万人民币。一个说我武力充沛，一个说我身份高贵，多说无益，开整。车身尺寸，两台车长宽都比较接近，高度差了一大截，700小2米高，X5还不到1米8，前后轮距、接近角、离去角都是700占优。虽说同为中大型 SUV， 但是视觉效果确实不是一个级别。X5唯一占上风的细节是轴距长了105毫米，国产加长全都加在这儿了。待会儿看后排空间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。两款车都用到了275宽度的轮胎和20英寸轮圈，X5后轮更宽是305毫米，扁平比700是60，X5是45。显然700综合考量公路和越野需求，而X5偏向公路操控。X5没有备胎，700给了一个全尺寸备胎。另外，这个外挂小书包也是提升美观度的有效手段。补充一些细节，700的后备箱在侧壁位置配备了后排座椅的电动折叠按键，操作便利性和豪华感得到保证。另外还有一个哈曼卡顿音响的低音炮，买回来上面有层保护膜，记得撕掉。两台车都用了粗壮的外拉式门把手，好评。700的车身非常高，上下车得配合原装的电动踏板，说实话，这个爬车的动作还挺过瘾的，我很喜欢。两台车的内饰都很强调豪华感，但是给人的第一感觉完全不同。主要差异来自坐姿，X5的坐姿偏低，配合 M 运动方向盘，战斗气息拉满；而700的坐姿非常高，走在路上看所有的轿车和大多数 SUV 都是俯视。车窗和车门的过渡位置甚至设计了搭胳膊肘的斜切面。X5的仪表屏12.3英寸，中控屏14.9英寸，双屏连体的设计突出一个时尚科技感。700的仪表屏也是12.3英寸，独立的中控屏尺寸更大，是16.2英寸。X5的 UI 设计看上去有一种前卫科幻的味道，而700则是清爽大气路线。实际体验层面，X5只保留了少量实体按键，大量功能融入触屏操作，而700保留了大量实体按键，设计角度还能跟整个内饰氛围融为一体，并不突兀，兼顾了豪华感和实用性。X5更新了全新 iDrive 操作系统之后，车机的语音控制、娱乐软件本土化等相关体验比之前有了很大提升，值得表扬。而700的车机除了可以语音控制车窗、空调、座椅、导航等等，听歌、刷剧、娱乐、自己下 APP 等也都没问题。而且因为大电池的存在，停车等人短暂休息之类的场景，完全可以毫无负担的开空调、座椅按摩、座椅通风、听哈曼卡顿、刷剧。做工用料，华晨宝马工厂的制造水平在宝马全球体系内名列前茅。这台国产 X5 车内的细节处理相当到位，体现了传统豪华品牌应有的水准。而坦克700的表现更是让我这个车主相当满意。比如座椅是真皮材质，而 X5 是仿皮；整个顶棚包覆了触感细腻的高端绒布，而 X5 则是普通绒面和硬布面的结合。我尤其欣赏700门板上这个4×4的小徽章，汽车文化的建立就是从这些小细节开始的。综合考虑两台车10多万的差价，700可以说是成功反超。乘坐体验， X5 的座椅版型非常贴合人体曲线，很容易找到合适的坐姿，人机工程学设计考究。但是配置很低，落地60多万的车用仿皮，只给了座椅加热。反观700，真皮座椅加热、通风、按摩、腿托一应俱全。X5国产之后加长的部分全放在了腿部空间，彻底解决了之前进口版后排空间小的问题。不过舒适配置仍然无法跟700抗衡，后者继续给到加热、通风、按摩，而且支持靠背角度电动调节，中央扶手配备彩色触控屏，可以控制副驾和后排座椅，音响系统、256色氛围灯等等。驾驶感受历来是宝马的强项，在燃油车领域，这台 X5 的动力总成调教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。油门非常跟脚，变速箱的换挡动作细致绵密，转向手感线性，悬架韧性度适中，可以说人车沟通的分数是非常高的。问题在于 2.0T 发动机的绝对实力，258马力，400牛米，只能说是及格分吧。官方0-100成绩是7秒2，在如今这个新能源车的时代，已经是不够看了。
坦克700用的是长城集团的 HI4T 系统，纵置3.0升 V6 增压汽油机，37.1度3元锂电池，前置驱动电机，系统的综合功率是524马力，800牛米，官方0-100成绩5秒6啊，跟 2.0T 的 X5相比，那就是跨越级别的动力表现了。尤其电量充足的情况下，一脚下去，哇，巨大的车身呼啸而过，气势直接拉满。它的悬架调教呢相对偏硬一些，屁股感受到的舒适度不如 X5。另外 ，X5 粗壮的方向盘也手感更佳，希望700升级换代的时候可以考虑跟进。隔音降噪环节，700是能给你带来惊喜的。整车用到双层隔音玻璃，车厢密闭性极强，巨大车身带来的风噪几乎不会影响到车内，车身用料也相当厚实，底盘隔音优秀。相比之下呢，X5的隔音就显得普普通通。再简单聊两句越野的事情，长城集团造了几十年越野车，700又配备了非承载式车身，前后差速锁、中央锁止、低速四驱、涉水感应、蠕行、坦克转弯等等强大的越野软硬件，开着它出去越野会非常放心。最后我想聊一聊新能源车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优势，比如这辆700呢，我平时就是拿它当纯电车在用的，因为家里有自己的充电桩，所以有事没事就插上去充一充，电耗的高低基本上是完全不在乎的。但是动力响应、车载电器等等这方面的体验是直接拉满。好了，今天的对比就到这儿。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，这50万花的到底值不值？我已经买过几台传统豪华品牌的车，也买过几台中国品牌的新能源车，更低的价格，更好的体验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好了，就到这儿，我是老胡，祝你幸福，拜拜。